Hello，你好，我是莱斯，欢迎来到每周五更新的莱斯新电报第59期。我们会整理评估每周新上架、值得关注、期待一下的游戏。同时，如果有什么重点游戏新闻，也会一起聊一聊。本周不论是3A 大作或是独立游戏，依然强力输出中，像是 Apex 团队 Respawn 所开发的《绝地武士》续作，以及已经搁置了相当久的《死亡之岛2》，都会在本周发售。独立游戏方面，《星渊梦境》、《地城魔法风云》两款都是画面看起来很优秀的像素风格游戏，一款是《不可思议迷宫》，另外一款则是横向动作的《类银河战士恶魔城》。除了这些可能很优秀的作品以外，还有红极一时的3A 作品也正在特价中，《消失的光芒2：人与人之战》现在正在做促销，即日起到5月2号为止。游戏的主城是直接下杀对折，从1790直接砍半变成895，算是力度相当大的折扣。消失的光芒2，俗称垂死之光2，是一款以跑酷为主题、末日僵尸为背景的开放世界动作游戏。游戏延续着1代的故事背景，不过没有玩1代，关系也不太大。在 Steam 上拥有超过10万篇评论的极度好评，能够多人连线，代入感和速度感都相当优秀。先前有做过这一支游戏的专片介绍，可以参考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这次 God Feeling 的改版，主要是带来了更多血腥残暴的视觉效果，包括身体被武器挥舞到之后的新视觉效果。不但特殊感染者可以被肢解，同时刮骨见长。用第一人称视角游玩，可以感受得到血肉横飞的快感。最近游戏上市满周年，后续还会有长期的更新计划。官方的5年长期营运承诺，还会为玩家带来更多的内容与活动。有兴趣的人不妨点击下方资讯栏参考一下吧。接着我们来看本月下旬的 XGP 新上下架游戏，这次上架了8款，另外有2款的 DLC 以及5款的游戏离开 XGP。除了有 Minecraft Legends 我的世界传奇这款大作之外， Coffee Talk Episode 2也在这一次的首发名单中。上一期新电报有详细介绍过这2款了。另外 Minecraft Legends 也有在昨天上片了，可以参考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看看我通关后的心得。家园至宝是一款农场模拟角色扮演游戏，你扮演的是一个农耕系的女巫。在这片大陆上，已经有不少被米亚斯沙马神秘腐蚀的区域。游戏的目的是从头开始建造你的家园，并且发现各种新的植物，透过你的照护来治愈这片土地。不但有农场模拟，还有角色扮演和探索的玩法，让你深入腐化的区域寻找新的种子、食谱和各种知识法术，是一款要素不少的独立小品游戏。苍翼末世录 Cross Take Battle 特别版是 Arc System Works 以苍翼末世录为基础，加入了女神伊伦入世、夜下降生、Ruby 以及圣灵之心系列的角色而成的2v2格斗游戏。这次收录的版本还包含了之后追加的 DLC 闪乱神乐跟电光战记。BBTake 在 Arc 旗下的众多格斗游戏里面，操作门槛相对的低很多。如果有看到喜欢的作品被收录了进来，不妨可以试着玩玩看。The Last Cast of Benedict Fox 是一款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的角色扮演游戏，玩家要扮演的是被恶魔缠上的私家侦探，你必须要利用来自地狱的邪恶力量来探索过世之人的记忆，还可以搭配身上的小刀、手枪，透过连段组合击退来袭的恶魔和怪物。黑暗风格加上悬疑剧情的设定，应该能够吸引到不少的人关注。可惜这款应该是不支援中文。中世纪王朝在 Steam 上面有超过24000篇的90%极度好评，是一款于2021年发售的生存公益开放世界游戏。高自由度加上详尽的世界观设定，极高的耐玩性获得了不少玩家的青睐。那虽然评价很高，但是被戏称为中世纪村长。游戏初期的步调听说很慢中后期会好一点，但是也快不太起来。设计上还蛮严谨砍树有可能会被树压死，同时可能会渴死、饿死、热死、冷死、中毒死、被猪撞死、被狗咬死之类的，感觉是蛮需要耐心的一款游戏。Redfall 血色降临是开放世界的第一人称射击游戏，由制作猎魂怨罪杀妻的 Arkane Studio 打造，即将在今年的5月2号首发登陆 XGP。自游戏宣布开始制作以来，就吸引了不少的目光。不过先前因为公开了在画质模式下只能跑30帧，而且在发售的时候只会有画质模式，就在社群媒体上被泡了一轮。那以逃离受吸血鬼支配的小岛为目标，各具特色的角色必须善用特殊的能力，与其他3名玩家合作对抗吸血鬼算是合作型的单机游戏。原本应该要是个很猛的大作可是还没有发售就问题一堆，尤其是主打合作的单机剧情游戏，不但强制要连线游玩，进度只有开游戏的人可以推进其他的人都是陪打。这个不知道届时游戏开放的时候会不会更改设定。另外还有一款首发登陆的游戏《痴呆怪兽》，则是会在后面的新电报中做详细的介绍。DLC 的部分更新了2款，第一款是吸血鬼幸存者的新资料片 Tides of Foscari， 新增了8个新角色、13个新武器以及一个全新的关卡，原本就只要40块的 DLC， 现在就可以免费玩了。另外一款则是微软的模拟飞行，这次的 DLC 主要是集中在南半球，特别是大洋洲地区的部分，这个大概知道一下就好。下架的部分，第一款 Bug Snacks 看起来就超强，在 Steam 上面居然有超过3000篇的97%压倒性好评。总之就是一个不断找虫、吃虫，然后变身成虫的游戏，带一点黑色喜剧的要素在里面。
不过游戏的总时长不会太长，可以趁下架之前玩玩看。第二款 Destroy All Humans 毁灭全人类，以外星人为主角的第三人称动作冒险游戏，目标很简单，就是消灭全人类，利用各种外星武器和通灵的能力击退敌人，还可以用飞碟把城市夷为平地。我先前有做过专片的介绍，有想要赶在下架前游玩的人，可以参考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我之前有做过专片的介绍，说不定会打消你赶下架前游玩的计划。第三款 Dragon Quest 创世小玩家2，我觉得相当的好玩，也有点精神时光屋的公益生存游戏，有单人战役，也有沙盒盖加模式。30号下架的话，我是觉得除非你的游玩时间真的是很长，不然这一款应该是玩不完。真的想玩的话，只好等特价的时候直接买回来会比较合理。第四款俄罗斯方块，评价相当好，视觉效果很下趴的俄罗斯方块游戏，有支援跨平台的多人连线。这一支我还有买 Steam 的版本回来玩，除非你真的很热爱，不然你其实抓回来也玩不了几场。那最后一款 Unsold， 虽然是像素风格的横向动作游戏，不过一来评价还好，二来现在还是打2折呢，只要63块，我觉得时间是可以省下来了。那接着来让我们看看本周新上架的游戏。第一款 Star Wars 绝地幸存者，由开发 Apex 的 Respawn 开发，美商易电于今年的4月28号发行。星战迷久等啦，等了4年，总算等到组织陨落的续作，也算是本周最大的强档之一。在星战的众多改编游戏作品中，组织陨落的评价算是相当不错的，在 Steam 有超过10万篇的89%极度好评。之前我有做过一支影片，有兴趣的人可以点一下右上角的资讯卡参考一下。故事剧情是设定在组织陨落事件发生的5年后，身为最后幸存者的绝地武士之一的主角凯尔·克提斯，在被帝国逼到银河系边缘的情况之下，如何一边抵抗一边保护绝地组织遗产的故事。幸存者除了在画面表现上比起前作有显著的提升之外，这次的战斗系统将会提供5种不同的战斗形态，作为主要跟次要的攻击手段，来组合出华丽的招式击退敌人。像是双持光剑丢出去当做回力镖，回收之后组合成双刃模式的衔接等等，再加上主角在前作就获得的所有原力能力，以及格当闪避的设定，在本作中也有被保留下来。移动方式除了钩锁之外，还能透过新增的原力驯服，让凯尔能够骑上各种生物，用更快的速度穿越环境或是解谜。当然，可爱的机器人伙伴 BD1 也依旧存在。整体看下来，幸存者延续了前作的战斗爽快感，画面流畅度也有明显的提升，也新增了一些要素，让战斗方式有更多种手段可以选择。制作小组透露，在本作中，凯尔已经不是学徒了，所以相较于前作，这次的游戏初期就会学到一些战斗姿态。地图的设计上比起前作感觉更庞大了。前作当初玩起来其实就有点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的概念，你会在游戏的进展中取得一些移动的方式和手段，再回头探索地图，取得一些升级的相关资源。只希望到时候在探索上可以不用花太多的时间。有重生工作室的品质保证，相信应该是值得期待的大作。第二款《侠义行：浪迹天涯》由上海润梦网络科技开发，方块游戏于今年的4月28号发行。现在不让游戏里面的人物戴个斗笠，都不敢说自己是武侠风格的游戏了。制作团队表示有人在的地方就有江湖。秉持着这样的想法，他们制作了这款以 Unreal Engine 4打造、包含生存工艺要素的武侠风开放世界冒险游戏。玩家可以在占地256平方公里的世界中自由的采集、创造、探索、打造家具，还可以学习锻造、编织、烹饪等生活技能，来应对酷暑跟寒冬天气带来的挑战。各种在其他武侠游戏中无法体验到的游戏方式，在这里你全部都体验得到，让你清楚明白武侠也是人，平常也是要吃喝拉撒睡的。而且既然是个开放世界，在险恶江湖里面找到同道中人一起种田打猎也是很重要的。遇到来袭的敌人的时候，至少也会有个照应。制作小组还特别强调，在游戏中看到的宏伟建筑都是按照现实中的知名景点来参考制作的，例如说武当山少林寺等等，实际看上去真的是蛮拟真的，就像是直接复制贴上一样真。看来上海润梦这间公司在换了名字之后，先是大逃杀，再来是开放的沙盒世界。虽然先前那一支表现不太好，但是没有失去做武侠游戏的初衷，等着看开奖之后的表现。第三款磁带怪兽由 Beaten Studio 开发 ，Raw Fury 于今年的4月26号发行。XGP 本月上架首发游戏之一，游戏战斗方式采回合制，透过身上的磁带随身听放入磁带之后即可变身。变身之后的攻击方式跟属性取决于使用哪一种怪物的磁带。若发动克制敌方属性的攻击，会增加额外的行动点数。威力越大的攻击，通常要消耗越多的点数。玩家必须要多观察怪物之间的属性相克特性，才能够顺利的赢得战斗。战斗中也可以使用各式各样的道具，像是这个普通的铅笔居然就是一个完全恢复 HP 的工具。
这一个可能是要有点年纪才会懂的梗。以前如果我们那个录音带的那个磁带脱落啊，就得拿那个笔把它插进去，把它卷回来，不然就坏掉了。这是个修复的方法。那另外一个重点就是录音功能，只要身上有空白磁带，你就可以把战斗中遇到的怪物 copy 下来。成功之后就会获得这个怪物的磁带，之后除了在战斗中可以利用这个磁带变身之外，部分技能也能够在日常移动中使用，相当的便利。变身之后，除了使用怪物的技能之外，还可以跟 NPC 伙伴合体，原本两者能使用的技能几乎都会全部保留，还会增加合体兽才有的特征跟技能，而且合体没有限制，所有的怪兽都可以合体。官方表示合体组合高达14000种，有收集癖的玩家应该是可以玩上好一阵子了。如果是喜欢宝可梦收集类型游戏的玩家，可以趁 XGP 首发这一波玩玩看。第4款《地城魔法风云》由 Manalith Studios 开发，预计于今年的4月27号发行。哇，你们看看这个画面，是不是很有重？是一款结合了卡牌跟 Roguelite 要素的回合制策略游戏，玩法基本上就是不可思议迷宫类型。游戏的美术设计跟音乐风格走8bit 怀旧风，你可以从6个角色中选择其一来进行冒险。每个角色都有一套代表性的起始牌组，调整好专属于自己的独特牌组之后，在随机生成的地下城中探险。探险的越深，遇到的怪物就越强大。要如何运用每回合只能够行动3次的机会，加上手中牌组的组合，避免死亡危机过关，是游戏的核心重点。闯关过程中可以收集到稀有的卡牌，掠夺宝藏。返回城镇之后，还能够交易卡片和 NPC 聊天，或是开始下一场的挑战任务。这款的 demo 我们有稍微摸一下。可能是卡牌随机性的影响，在攻略的过程中，使用卡牌的时机有些时候并不是那么的直觉，蛮烧脑的。加上敌人的行动模式也不是很固定，一场打下来得花不少时间。不过美术风格跟音乐都蛮讨喜的，有兴趣的人可以先下载 demo 来玩玩看。第5款《满庭芳送上繁华》由白星工作室开发 ，Indie Arc 于今年的4月21号发行 EA 版，是一款以中国宋朝为故事背景的历史模拟策略游戏，有一点像是模拟城市的山水画版。在游戏中，你要担任新上任的知县大人哦，除了安置百姓、开荒扩土之外，也要实现游戏剧本中要求的政绩目标。在避免城市灾害与犯罪的同时，还要阻挡西夏、辽国的入侵。如何在民政跟军事之间取得平衡，就要完全仰赖你的治理手段。制作小组表示，他们在考研历史文献的部分下了很多的功夫，尽可能的在游戏中还原宋朝的建筑、职业跟服饰设定，让玩家可以在剧情模式中完整体验宋朝319年的历史。多样的民生建筑加上图表式的管理系统界面，除了剧情模式之外，还有武器模式可以让你盖到爽。认真玩下去大概会像走进精神时光屋一样，一不小心就会玩到天亮的感觉。虽然现在市面上中国风设计的游戏很多，不过这一款的表现方式并没有那种烂大街的感觉。无论是村民、建筑，甚至到整个游戏的界面的设计，都感受得到制作小组的巧思。有兴趣的话，也可以先下载 demo 来玩玩看。第6款 After Image 星渊梦境。由上海竹龙信息科技公司开发，预计于今年的4月25号发行。哦，人家公司名称就是信息啊，就是应该要照着念，但是不知道为什么念起来就很怪。Anyway， 是一款类银河战士恶魔城的2D 横向卷轴动作游戏。至高神灵创造了这片被称为原庭的辽阔大陆，女主角在冒险的旅途中将会邂逅各种奇特绚丽的生命，在解开未知谜团的过程，也会遇到远古遗迹留下的机关跟敌人，还会有各个区域独有的强大 BOSS 挡住你的去路。你必须培养出女主角独特的战斗风格，有单手剑、双手斧、鞭子等多达10种的武器选择。透过多样化的天赋树发展路线，点出专属于你的武器派生技能。美术设计可以说是这一款游戏最亮眼的部分。除了女主角的角色和立绘，包含了怪物、头目以及背景物件的设计也都相当不错。从释出的3个预告片段来看，打击感算是中间偏上的水准，操作也相当流畅。精准防御有短暂的子弹时间反馈，有多种不同的武器和优秀的 BGM 搭配。如果在关卡流程跟数值控制都有处理好的话，应该是会蛮不错的一款游戏。第7款帕查之根由 Soda Den 一人独立开发，预计于今年的4月26号发行。身为石器时代的一介草民，你要利用最原始的方式来确保村庄的生存，探索周围的荒野来收集资源，狩猎山猪或是种植蔬菜来确保食物的来源，也可以跟动物们交朋友，吹箫给他们听，帮助他们快速生长，到时候切下的肉质会比较鲜美。除此之外，也可以透过骑乘动物来探索原野
野深处神秘的洞穴。随着获得的资源越来越多，你也能够开始客制化自己的角色外观，利用游戏提供的多人合作模式跟朋友相互交流，是一款像素风格的农场模拟游戏。游戏的美术风格相当的吸引人，许多环境的细节都有做出来，甚至连放在地板上摆设的水壶也可以自己用点阵描绘。在灌溉的时候，也可以看到水缓缓的流入渠道。强大的美术和动画，我觉得是这一款的核心卖点之一。游戏整体类似动物森友会的玩法，可爱像素风的设计搭配上石器时代的风格，角色跟动物的动作细节也都蛮讨喜的。看起来是一款带有疗愈感的农场模拟小品喜欢这类型的话，可以关注一下。第8款《阴影之旅》由 Core Power 的 Games 开发，预计于今年的4月24号发行 EA 版。这是一款沉浸式的沙盒侦探潜行游戏，故事背景设定在平行世界1980年的高度工业化城市。玩家要化身为4家侦探，运用智慧来利用各式各样的道具，收集证据来侦破案件，或是贩卖情报来赚取外快。游戏世界采用全面的模拟技术，在这随机生成的城市里面，每个市民都有属于自己的生活。你可以探索这座城市的任何一个角落，按照自己的步调跟市民互动来找出蛛丝马迹。每起案件都有不同的凶手、线索跟体验。无论是你想要闯入公寓、查看秘密文件，或是骇入保全系统，超高自由度的设计，让你即便只是捡起一张收据，也能够透过上面的资讯找到破案的关键。从开发者释出的试玩影片中的一些片段，的确是能感受得到在侦查案件时的紧张感。非法侵入民宅的时候，同时还要躲避摄影机；开锁的时候，也要注意身边有没有其他人。沉浸式的体验可以让玩家更投入在侦破案件的过程，加上80年代的黑色电影风格设计，让游戏在整体氛围的营造上充满了神秘感，感觉还蛮有料的。对于喜欢潜行类型的玩家来说，会是一款值得注意的作品。第9款《墨光》由法国工作室 Embers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4月26号发行正式版，是一款动作冒险的类魂游戏。玩家要操作一个寻求进化的小小光灵，在充满谜团的奇幻世界中探索。战斗界面乍看之下跟只狼大概有1咪咪像，不过下方的能量条设计就蛮特别的，你必须要让你身上的光跟敌人同步，从蓝色转成橘色，反之亦然，再利用招架跟闪躲来吸收他们的能量。能量条集满之后，就可以使用终结技来进行反击。但是敌人变成紫色的时候，除了全力闪躲之外，还要趁着对方蓄力的时候攻击，十足考验玩家的反应能力也让战斗的节奏更快、更紧张了些。随着剧情进度的推进，会取得解锁技能用的点数，让你在挑战 BOSS 的过程中能有更多的战斗技巧可以使用。感觉蛮不错的，战斗的快节奏看起来也很有爽快感。要跟敌人同步颜色来吸取能量的设计也蛮特别的只是不知道这个特别是不是特别难要做的判断更多。那虽然这是 Embers 这间公司开发的第一款游戏，看起来还是蛮值得给他一次机会的喜欢类魂游戏的人可以关注看看。第10款这款猛的《狂飙骑士 Live the Live》，由2022年最猛游戏公司史克威尔艾尼克斯与 Historia 共同开发，预计于今年的4月28号在 Steam 上架，是1994年在超人上面发售的经典日式 RPG 的重制版。在当时日式 RPG 游戏还是百花齐放的年代，《狂飙骑士》可以说是有点生不逢时。7个故事剧本各自都有独特个性的主角跟游戏性，即使是拿到现在来看都还是相当创新的作品。可惜在发售那一年强碰了太空战士跟超时空之钥，导致当时的注目度跟销售量都没有那么高。还好史克威尔艾尼克斯没有忘记这款经典的作品，运用了《骑路旅人》的 HD 2D 影像表现的方式，让《狂飙骑士》在去年于 Switch 平台上面重获新生。除了找来《王国之心》的音乐制作人下村洋子来重新编曲，全程语音的部分也找来了绪方惠美、大冢明夫、关智一等大牌的声优。现在更让广大的 PC 玩家可以在 Steam 上面重温这款经典。官方还很贴出了释出了3个故事的开头作为体验版，下载 Demo 之后的游玩进度还能够继承到正式版。另外，从预购期间到5月12号之前购买的话，还有8折优惠，诚意是真的蛮够的。想体验这款经典作品魅力的人可以考虑一下。另外，也很期待《勇者斗恶龙3》的 HD 2D 重制版。我小时候最有印象的就是这一款了，除了斗阵特工18代以外，这大概是我唯一期待的游戏。第11款 Desta The Memories Between 梦之对版，由 US2 Games 开发，同公司于今年的4月26号发行。又是一款回合制的策略游戏，不过跟前面几款不一样的是，在这里你要操作的是充满神秘力量的发光球。游戏中的女主角每天晚上都会进入神秘的梦境在梦境中，透过可以改变对话内容的发光球，你可以在有限的时间内修正充满遗憾的过去。这女主角做的梦不是我喜欢的那种梦但每次的梦境都会遇到不同的场景跟敌人，你必须要善用发光球的物理特性，利用不同的角度来击中目标。
就躲避球啦，这样理解应该是可以的吧？随着女主角的等级提升，可以学到更多的技能，不管是接下来敌人丢的球，或是增加球的反弹次数，都能够运用在关卡中自由使用。在旅途中也会遇到各式各样的角色，他们各自拥有不同的能力，每个人也都有自己的故事。随着梦境越是深入，你就越能探索这些故事的内容。整体看下来，无论是叙事的方式还是游戏界面都蛮独特的。开发团队是之前发售纪念碑谷的团队，感觉应该是相当猛的游戏。最后一款《死亡之岛2 Dead Island 2》。由 Dambuster Studios 开发，预计于今年的4月21号发行。这款睽违多年的续作，几经波折之后，终于在今天正式上市。与前作相同，玩法是半开放世界的 FPS 杀僵尸游戏。故事叙述僵尸病毒爆发之后，主角不小心被僵尸咬伤，却意外的发现自己拥有抗体之外，还多了狂怒的能力。在逃出洛杉矶的旅途中，逐步挖掘僵尸病毒真相的过程。玩家最多可以使用的武器种类高达18种，攻击方式也有2分成轻重2种加上 T 级、主动技能等多种击杀僵尸的手段。为了让玩家能够爽快的获得成就感，游戏本身在营造僵尸的死法上下了不少的功夫。根据部位破坏的不同，会有不一样的死法。终结技也是一招比一招还要狠。另外，在技能的部分，这次引入了卡片式的系统，透过不同的卡片组合，可以打造出专属于自己的玩法。除了可以从僵尸身上取得之外，也能够透过多人连线的方式跟玩家交换。虽然说现在市面上已经不缺这种杀僵尸的爽 game 了，不过《死亡之岛2》依旧保有系列作的特色，各具独特性的僵尸，动不动就讲垃圾话的幸存者，杀僵尸的特写演出也做得很有魄力，看得超舒压。如果多人连线的部分能做好，跟朋友一起玩，应该是会蛮开心的。好啦，那本周的新游戏介绍就这样。游戏真的是来势汹汹，蛮多大作独立都赶在5月12号前上市，赶在大魔王萨尔达传说之前。可以想见未来的1-2周可能连独立游戏都是相闪发售日。这一周如果要押宝的话，要押绝地武士或是狂飙骑士这种相对稳的就没什么意思了。The Memories Between 躲避球概念的回合制看起来很有趣，又是纪念碑谷团队做的，感觉应该稳稳的。时代怪兽本来没有那么看好，但是被 XGP 选上，应该也是不错。我们要压就要压那种不确定性的吧。这一周只能选一支的话，独立的地层魔法风云看起来真的是很猛。先前玩不可思议迷宫，我觉得做得相当好，画面感优秀，又是我喜欢的游戏类型，有机会的话会买回来玩。要选第二支3A 不算的话，横向的星渊梦境看起来也蛮不错，打击感、画面美术都有顾到，而且 BGM 也蛮好听。只是这一间之前做的都是古剑奇谭系列，第一次这样做横向多少心里还是会有点忧心。不知道大家最看好哪一支呢？不妨在下方留言处让我们知道。那这期的新game报就到这边，我是莱斯，谢谢你看到最后，大家拜拜。